个时域的主旋律是属于我们的强势反攻的，而我们选取的这个时机，在之前很多期节目里我都阐述，是基于决策层的综合判断的。无论是30年来第一次在4中全会审议5年规划，还是动用稀土这个大招卡住西方蠢蠢欲动的试探，亦或是高调亮出台湾光复纪念日这枚照妖镜，在战略时机的选择上，可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从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来啊，就在德国总理1周前宣布说要打造欧洲最强的军队之后，德军就拉了个大的，德军和德国警察乌龙交火，警方实弹反击，德军被击败了。情况呢，就是德国联邦国防军按计划在巴伐利亚州搞演习，大概有500名士兵参加。可当地居民呢，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事儿。有人瞧见，蒙着面持枪的这个匪徒，以为是恐袭，吓得赶紧报警。德国这几年也不太平，光是24年12月就发生了2起袭击事件，所以德国警察脑子里这个反恐的弦儿一下子就绷紧了，二话不说，直接就拉响大规模警报，荷枪实弹的就前往了现场。另一边呢，演习的德军之前收到的通知是当地警方会配合参演，所以看见冲过来的警察，士兵们二话不说直接开练，双方一句话都没沟通就开火了。德军枪里面装的是空包弹，打不死人，可是警察哪知道啊，发现恐怖分子居然还敢反抗，当场就用实弹还击了。报道称这一场乌龙所幸只有1名士兵受伤，而对于德国来说，这才是最大的不幸。无论是这个乌龙本身暴露出的德国系统性的漏洞，还是德军甚至警察的执行能力，都是一种耻辱。以前大家认为北约的军事机密啊，总是在德国被泄露，也许是有意为之，现在看出来了，是真的凭实力拉胯。这暴露出的其实不是德军或者警察的问题，其实是德国的国家实力和组织能力的问题。而德国的国家实力和组织能力还算是欧盟里面数1数2的，就可想而知现在这些欧洲的老爷们经过这快400多年的9品中正，瘸子里拔大个的操作方法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也就是到了这种地步，才会在做官和做生意之间选择跟我们作妖。这在吃瓜群众眼里就是个乐子，可是真的严肃的深究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窗口期呀。围绕今天10月25日，新华社推出了重磅文章，叫做《铭记历史，共创复兴伟业》，写在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深沉而饱含情意地追溯着两岸共同的来时路。文中说，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的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覆巢之下无完卵。台湾与祖国大陆同遭列强铁骑践踏。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强迫战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噩耗传至台湾，全岛悲愤，人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剜心之痛，可谓是字字泣血。这种痛是独属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伤。现在大陆同胞正在抬起头昂起胸，如先辈们期待的那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台湾的手足们却依然在不知是人是鬼的魑魅魍魉的蛊惑和荼毒之下呜呼哀哉。文中提及台湾同胞不屈的抵抗，原文提到日本殖民者1895年5月底强行登陆台湾岛，台湾人民奋勇抵抗，发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绝不拱手而让台的怒吼，打响了以卫保台之意。从5月底至10月，坚守台湾的官兵与台湾民众组成的义军并肩作战，阵亡超过14000人，其惨烈远足以震动天下，余博海内外闻之。从北至南，无数抗日英雄涌现，用血肉之躯践行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铮铮誓言。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威武不能屈，回看历史，屈辱带来的是凝聚共识的力量，骄奢自满提示的是堕落的教训。1894年，老佛爷修了园子，庆贺了寿辰。1年之后，台湾沦陷，血流飘杵。130年了，又一个自称天朝上国的衰朽帝国的老迈君主，为了自己的权柄，亲小人而远贤臣，驻食国帑，修筑自己又大又美的园子。国内动荡，毒品横行，正诡异又坚定地复刻着大清衰亡的每一个细节。而属于我们突破现有制约的机会窗口，也正随着霸权的衰落而徐徐打开。台湾光复纪念日不只是一面照妖镜，也是一封邀请函。同胞们，我们即将冲破这笼罩于头上的摧城黑云。西方那套虚伪的自由民主教的新衣早已千疮百孔，祖国正在大踏步地迈向属于中华文明的纪元。这场接续的突围和冲刺里，也有台湾同胞的军功章，时机已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